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那些每天拼命加班，把自己逼到极限的人，往往不是最后的赢家，而那些看起来游刃有余、懂得在关键时刻退让的人，却总是能掌控全局，甚至毫不费力地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其实并不是世界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对努力和坚持这两个词产生了巨大的误解。我们总以为死磕到底、绝不妥协就是强者，但事实上，真正的顶级强者从来不盲目死磕，他们懂得一种更高维度的生存智慧，那就是跟随与顺势。今天我们要透过一部流传了几千年的智慧经典，来彻底拆解这个看似反直觉，却能让你的人生瞬间豁然开朗的核心密码。这套密码就藏在易经的第17卦泽雷随卦之中。今天这期内容我设定的主题叫做顺势而为的最高境界，你以为的退让其实是掌控全局的开始。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感觉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瓶颈，或者在人际关系、职场选择中感到痛苦与拉扯，那么请务必把这篇内容听到最后，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帮你打破现状、逆风翻盘的关键钥匙。让我们先来看看随卦的整体意象。随卦的结构是上面一个兑卦，代表泽，代表喜悦；下面一个震卦，代表雷，代表行动。泽中有雷，雷在水下震度，水面泛起欢快的波纹，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喜悦与跟随。随字面上的意思是跟随、顺从、随机应变，但易经里的随绝对不是要你做一个没有主见的墙头草，也不是要你随波逐流、盲目盲从。随的真正智慧在于知道自己该跟随什么，以及如何让别人愿意跟随你。随卦的卦辞说随元亨利贞无咎，这短短几个字给了我们一个极高的评价与指引。元亨利贞这4个字在易经中代表着大吉大利、事物发展的4个完美阶段。也就是说，只要你能掌握随的精髓，坚守正道，你的人生就能迎来巨大的亨通与顺利，不会有任何灾祸。为什么跟随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因为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价值交换与能量流动的网络，没有人可以像一座孤岛一样独自成功。我们一生都在做选择，年轻时选择跟随哪个导师，职场上选择跟随哪个老板，感情中选择跟随哪种伴侣，甚至在独处时选择跟随自己的哪一种价值观。选对了跟随的对象，你就能借力打力，乘风破浪；选错了，你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修炼这种顺势而为的智慧？随卦的大象传给出了第一步的具体心法。泽中有雷，随，君子以象会入偃溪。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观察到雷声引入泽水之中，到了傍晚天黑的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回到家里休息安眠。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好像就是在劝人早点睡觉，但如果你只把它当成养生指南，那就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象会入偃溪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强大的节奏感与边界感。在现代社会，我们被各种成功学洗脑，总觉得只要醒着就必须创造价值，甚至连睡觉都觉得充满罪恶感。我们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在该休息的时候焦虑，在该行动的时候疲惫。易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随，首先是学会跟随天地自然的规律，跟随自己身体与能量的节律。当外在的环境不允许你大展拳脚时，当天色已晚，大事不在你这边时，最聪明的做法不是强行点灯熬油去逆天改命，而是安心的退回来，闭目养神，蓄积能量。针对这种情况，给你的具体建议是，立刻停止无效的自我感动式努力。如果你现在的项目推动不下去，或者你的感情陷入了死胡同，不要再用拼命来掩饰方向的错误，给自己设定一个绝对的停止时间，学会心安理得的休息。你必须明白，暂时的停滞和休息
正是为了明天能更好的出发。学会放下那种我必须时刻掌控一切的执念，臣服于当下的客观条件，这是你走向顺势而为的第一步。当我们懂得了休养生息，蓄满了能量准备出发时，我们就会进入人生选择的第一个关键阶段，也就是随卦的第一爻初九，观有余，贞吉，出门交有功。这里的观指的是我们固有的观念、立场或者原本的舒适圈，余就是改变。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外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有的观念和固守的阵地也必须跟着改变。只要坚守正道，就能获得吉祥。同时，你必须走出家门，去结交外面的人，这样才能建功立业。这精准地描绘了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转型期的状态。我们常常受困于自己的信息茧房，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按照我熟悉的方式运作。但初九爻无情地戳破了这个幻想，世界变了，你也必须变。如果你固步自封，只跟自己熟悉的小圈子混在一起，你就会被时代淘汰。这是在告诉我们，高质量的跟随必须建立在开放的前提下。针对处于这个阶段的你，具体的做法是打破圈层，主动破局。不要总是和你同一个办公室、同一个行业，甚至同一个思维层级的人抱怨环境有多糟。你需要出门交，去参加那些你平时觉得不适应的聚会，去听听不同领域的人都在聊些什么，去接触那些比你优秀、认知比你高的人。放下你的面子和固有的成见，带着空杯心态去跟随新的趋势。当你愿意走出舒适圈，去拥抱未知和改变时，你的第一步功劳就已经确立了。然而，当你走出家门，面对花花绿绿的世界时，巨大的诱惑和陷阱也随之而来。这就来到了随卦的第二爻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警告意味的爻辞。系是绑在一起、牵绊的意思，小子代表那些格局小、眼光短浅的人，或者眼前短暂的利益与廉价的快乐。丈夫则代表着有大格局、有长远价值的人，以及你人生真正的宏大目标。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选择跟随了那些短视的人或事物，你就会失去那些真正有价值、能带你走向高处的人或事物。这就是经济学里常说的机会成本。在我们的生活中，系小子的现象简直无处不在。比如，你为了一个每个月多几千块却毫无成长性的工作，放弃了去有潜力的平台深造的机会；你为了一个每天只会跟你吃喝玩乐、消耗你情绪的酒肉朋友，忽略了那个真正能在事业上指点你的良师益友；甚至你为了每天晚上刷几个小时的短影音，获取短暂的多巴胺，放弃了读书、健身这些能塑造你未来的丈夫行为。人生最残酷的真相之一，就是时间和精力是绝对排他的。你选择了平庸，伟大就会自动离你而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于这种状态，我的建议是，立刻进行人际关系与时间分配的断舍离。拿出一张纸，写下你每天花费最多时间接触的人和事，诚实地问自己，这些是你的小子还是丈夫？要学会忍痛割爱，拒绝那些看似甜美实则有毒的短期诱惑。只有斩断与小子的牵绊，你才能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的丈夫。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并勇敢地做出了切割，你就进入了随卦的第三爻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这句话刚好跟上一爻反过来。你选择了跟随有大格局的丈夫，就必然会失去那些曾经让你感到舒服、给你短暂快乐的小子。但是只要你跟随着大目标，你所追求的东西最终一定能得到。前提是你要坚守正道，耐得住寂寞。这个阶段其实是人生中最痛苦的蜕变期。为什么？因为失小子是会痛的。当你决定戒掉垃圾食品，开始减肥；当你决定离开那个精神控制你的舒适圈公司去创业；当你决定远离那些喜欢八卦抱怨的闺蜜群时，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强烈的戒断反应和阵痛期。你会感到孤独，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周围的人可能会嘲笑你装清高，你的内心也会有声音诱惑你退回去。但六三爻在这里给你打了一剂强心针，随有求得。只要你跟随的是代表真理、代表成长的大道，你的忍耐一定会有回报。在这个阶段，给你的建议与做法是：拥抱孤独，学会延迟满足。当你感到失去的痛苦时，不要急着去填补这个空虚，而是把目光死死地盯在你的长期目标上。你要在内心建立一个强大的价值过滤系统，告诉自己这一切的失去都是值得的。同时，厉居真提醒我们，一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要像磐石一样坚定，不要反复无常。熬过这个阵痛期，你的人生境界将会发生质的飞跃。度过了痛苦的蜕变期，你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你的实力越来越强，地位越来越高，身边开始有人跟随你了。这时候，你来到了随卦的第四爻，九四，随有祸，真凶，有福在道，以明何咎。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跟随正确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和权利，甚至有很多人开始跟随你。这看似是好事，但如果固守这种既得利益，或者变得居功自傲，就会有凶险。如何化解这个凶险呢？必须有福在道，以明。也就是说，你的内心必须充满诚信，始终与正道契合，并且保持光明磊落的智慧，这样才能免于灾祸。这是一条写给所有小有成就者、中层管理者或是刚刚赚到第一桶金的人的绝对箴言。人性的弱点在于，一旦我们尝到了甜头，有了追随者，我们就很容易膨胀。我们可能会把运气当作实力，可能会开始结党营私，把那些跟随自己的人当作私人财产，甚至忘记了当初自己是为什么出发的。这种占有欲和私心，就是真凶的来源。历史上无数功臣名将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功高震主或者拉帮结派而走向毁灭。针对这个危机四伏的阶段，给你的核心建议是：保持绝对的透明与无私。如果你在职场上带领团队，不要把下属当成你的私兵，而是要把他们引导到公司的大目标或者行业的大道上去。分享你的功劳，不要独吞利益，时常审视自己的初心，问问自己，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因为我个人魅力无边，还是因为我站在了正确的趋势和平台上？用光明坦荡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不搞阴谋诡计，只有这样，你才能承载住不断涌来的财富与名望。当你成功地跨越了第四爻的考验，把个人的私利升华为对正道的坚守，你就登上了随卦的最高权力核心，第五爻，九五，福于家，吉。这是整个随卦中最吉祥的一爻。福是诚信，家是美好善美。这句话的意思是，以真诚的信念去跟随推崇那些真正美好的卓越的事物，必将获得大吉大利。在一个组织或社会中，九五爻代表着最高领导者。一个顶级的领导者，他之所以能够让所有人死心塌地的跟随，不再是因为他手里握着权力的大棒，或者发着丰厚的奖金，而是因为他本人就代表着一种高尚的价值观，他建立了一个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文化。这不仅仅是管理学的问题，这是领导力的最高境界。在感情中也是一样，最好的伴侣关系不是谁控制谁，谁依附谁，而是两个人共同信任并跟随一个美好的未来愿景，彼此成就。如果你现在处于团队的核心位置，或者你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你该怎么做？建议非常明确，从管理行为转向输出价值。你不需要每天拿着鞭子在后面赶着别人走，你要做的是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将你的组织、你的家庭打造成一个充满正能量、公平公正、令人向往的环境。当你坚信善念，做正确的事，自然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磁场，那些优秀的人才、美好的事物会自动被你吸引过来。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你不强求别人跟随，但天下人却皆愿随之。最后，事物发展到了极致，我们来到了随卦的最后一爻，上六，居系之，乃从为之，王用亨于西山。这句话非常有画面感。
把你紧紧地捆绑起来，然后用绳索把你维系住。君王在西山举行隆重的祭祀，这听起来有点吓人，怎么突然变成捆绑了？其实这里的居系和为之代表的是跟随的最高最极致的状态，一种超越了物质、超越了利益的深度精神羁绊。在前面的阶段，我们跟随可能是为了学习、为了发展、为了利益，但到了上六，跟随变成了一种生死相依的信仰，一种灵魂深处的绝对认同，就像君王在西山祭祀神明、祭祀祖先一样，那是一种极度虔诚、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追随。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极少见，但它确实存在。比如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视死如归的先烈，比如那些一辈子致力于一项科学研究终身不悔的学者，又比如白头偕老、生死相随的灵魂伴侣。这是一种被信仰紧紧绑住的幸福。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一爻给我们的终极启示是，在人生的长河中，你最终需要找到一个愿意让你心甘情愿被其居系的东西。这可以是一份毕生热爱的事业，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或者一份深沉的爱。建议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剥除所有的金钱、名誉和地位，我这辈子到底愿意为了什么而活？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用一生去追随、去守护的？当你找到了这个答案，你的人生就不再会感到迷茫，你将获得一种坚不可摧的内心平静。回顾整个泽雷随卦，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无比清晰的人生进阶路线。从一开始懂得相会入宴席的蓄力，到出门交有功的破局，接着经历失小子系丈夫的痛苦抉择与蜕变，然后在随有祸时保持清醒与坦荡，进而达到服于家的领导力巅峰，最后升华为王用亨于西山的精神信仰。随卦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一场闭门造车的独角戏，而是一场与万事万物共舞的双人舞。真正的强者从不逆序而为去撞得头破血流，而是懂得在不同的阶段选择正确的人、正确的趋势、正确的价值观去跟随。你以为的退让、妥协、顺从，只要方向正确，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掌控全局积累筹码。顺势而为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的最高级的借力。听到这里，我想请你停下来思考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在你目前的人际关系、工作项目或是生活习惯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明知道会消耗你，却依然贪恋其短暂安逸的小子？又或者那个你一直想去追求，却因为害怕痛苦而不敢迈出脚步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故事和困惑，或者分享你打算如何勇敢地进行断舍离，去跟随你生命中真正的目标。我会在评论区认真阅读每一条留言，并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转发，把这份来自几千年前的东方智慧分享给身边那些同样在迷茫中寻找方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会顺势而为，在人生的这场洪流中乘风破浪，找到属于自己的终极平静与成功。我们下期再见。